人生要有4种余裕才撑得住意外。我后来才懂啊，钱其实只是其中一种。马云有一句话，我一直觉得很值得记起来。他说：“要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。”这句话原本是在讲公司，但我发现放到生活里面也很准。真的遇到裁员啊、生病、投资下跌或家里突然出了状况的时候，会想的通常不会是我要怎么让人生更幸福，你多半会先想说，我这个月房租怎么办？接下来我要怎么撑？然后那个时候才要想补屋顶啊，就已经很难了，因为外面已经下大雨了。你光是想不要被淋湿就已经够忙了。讲白一点，要让自己过得幸福，与其一直问说我要怎么样才会快乐，不如先趁现在天气还不错的时候，慢慢把人生会漏水的地方给补起来。这次想要聊幸福这件事情，我认为啊，想过上幸福的生活，3个前提：第一个，充满余裕；第二个，让每天的生活有个小期待；第三个，用正确的方式去跟他人比较。我先讲第一个余裕的公式：你的抗压自由呢，等于时间余裕加上金钱余裕，再加上健康余裕，再加上能力的资产。什么是时间的余裕呢？就是你不用永远踩着最后1分钟在生活。它不是要你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快很有效率，而是故意在行程里面留一小段不被占用的安全距离。时间的余裕呢，是你手上有一笔可以立即动用的现金，它未必可以帮你赚到最多啊，投资来赚钱。但你失业啊、生病或市场崩跌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卖在最低点，也不用因为急着付账单就接受第一个很烂的选项。那健康的余裕呢，不只是体检报告上面的红字，也包括你的睡眠啊、情绪，还有承受压力的能力。如果一份收入要靠长期失眠、焦虑和身体的疼痛才能维持，那笔钱不全然是赚来的，有一部分呢是你拿未来的健康去提前交换。能力的资产呢，就是你一路累积下来，而且带着走，能重复使用的能力。你有作品呢，有技能，也有人可以知道你能解决什么问题，就是能力的资产。钱呢，如果用掉就没了，但是能力这个东西可以越用越熟，甚至可以替你换回这份工作收入，还有新的选择。就算原本的舞台突然关灯啊，你还可以换一个地方继续演。所以呢，余裕真的能买到的，与其说是舒服，更接近选择权。钱越多，通常能买到的选择也越多。但如果你为了赚一点钱，把时间和健康卖光光，最后可能是把一种自由换成另外一种束缚而已。这4项啊，很像你上的4种自由筹码。你可以用时间和健康去换钱，也可以用钱啊买回时间，然后买医疗和学习的机会。但重点不在于把哪一种筹码堆到最高，而是你在每一次的交换以后，是不是用更少而且承受得起的代价，去尽量换到更多能够长期留下来的选择。收入增加了，健康却坏到不能工作，这很难说是一种高效率。相反的，你如果花一段时间学会一项能够反复使用的技能，未来它可以持续换回收入和时间，这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。那真正该看的不是你的某一个项目有多少，而是你的总选择权有没有增加。那举个例子，假设阿控啊今天要换一个工作，那正面的版本呢，他没有等到面试的前一天才开始救火，然后面试前很好，提早就开始在准备了。那几个月前呢，他固定留一笔现金，会因为市场上涨，就把钱全部投入股市，也常把作品整理起来，持续累积剪辑啊、写作和经营，有被不时之需的时候，他可以经营副业。那面试那一天呢，他提早15分钟到，前一晚也没有熬夜准备到凌晨，所以呢，就算这份工作没录取，但也不用刻意卖掉正在下跌的股票来付生活费。他不会觉得人生只剩下这一扇门，更不会累到脑袋麻木，连原本会回答的问题他都答不出来。这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。首先，他的现金可以保住金钱的余裕，物品和技能的累积，能力的资产，提早准备保住时间的余裕，睡眠呢则帮助他保持健康的余裕。4种筹码加起来，他走进面试时的心情，不再是啊求求你录用我，而是说我们来看看彼此适不适合吧。负面的版本是
阿空以前一有钱就全部 all in 股市，因为他觉得牛市里面保留现金非常浪费，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原本重复枯燥的工作上面，忙到没有时间整理作品，也没有去培养第二项能力，然后晚上还常常滑手机，滑到熬夜。今天这时候公司刚好裁员，股市也一起下跌，这份新工作如果他没有录取的话，他不止没有收入的备案，还有可能卖在股票的低点，卖在阿呆股来支付生活费。原本只是一次面试，现在却同时压着他的钱、工作、睡眠和未来，突然失去自由。前每一次 all in 啊，都是拿一种鱼肉眼前，却没有换回任何能够留下来的资产。久了以后呢，他的退路就一条一条消失了。要增加余裕，我自己有一个可以增加时间余裕的做法，跟大家分享。我会把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钟分别调快到4到7分钟，而且每一台到底快了多少呢？我不会刻意去记。为什么不全部固定调快5分钟呢？因为我很清楚说，只要我调快5分钟，我的心态就开始狡猾，大脑下意识会自动扣掉5分钟的整数。例如说现在4点半，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时间才4点25分而已。而这5分钟的余裕啊，很快就会被侥幸的心态给慢慢的拖延浪费掉。但当我误差落在4到7分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眼前这台时钟、这台荧幕、这台手机的时间，或是这台闹钟的时间现在到底多久了，我就没有办法精准扣回去，只能先相信时钟上的数字。那例如我跟别人约了下午5点，原本计划4点半出门，那时钟我看到4点半，我就真的出门了。我不会站在门口继续算说还有几分钟，我还可以拖多久。有几次路上啊，我真的迟到了5分钟吧，结果我看时间，我以为自己迟到了，但结果实际上没有迟到。那这就是这个时间余裕的好处，这不是让迟到变得合理啦，而是说替交通啊找停车位，或是出门的时候突然找不到东西的这些突发状况留一层缓冲。那多一点不确定性的缓冲呢，反而更能守得住这个时间的余裕。那提到调整金钱余裕的方式呢，以前我会觉得说，既然是大牛市，我手上有钱就要全部 all in 啊，不然就是浪费了报酬。那后来看了 CLEC， 就是卷子老师有去谈论这个现金的水位的必要性，我才想到说，投资不是应该只有牛市赚的最多，而是要让你自己在牛市还有熊市的时候都可以睡得着觉。那甚至你要先做好准备，也就是现金，来让自己有点期待牛市到来的这个底气。保留现金呢，看起来会牺牲上涨的收益，但市场下跌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被迫卖在阿呆股，甚至还可以期待更好的价格，然后再弯腰捡钻石。对，然后时间，想要讲一个观念，就是时间不是账面的数字，真正的目的是它想要增加你的人生的选项，而不是去 all in 把自己人生的选择权降低，让自己缺乏现金的时候，就只能卖股票，然后心态上又不太想卖。第二个公式呢，就是你的日常快乐等于小期待，再乘上可掌控感除以逃避成本。那小期待呢，就是生活里那些很小却真的会让你有一点期待的事情。那可掌控感呢，就是这件事情不用去靠别人，不用靠公司，不用靠命运赏给你。那逃避成本呢，指的是这个期待会不会反过来破坏你真正该做的事。所以呢，好的期待不是说我的脚本还没写，我就先打3个小时的游戏，这个是逃避型的期待。当下很甜啊，但结束工作以后，工作却还在，时间就不见了。所以呢，好的期待比较像是燃料型的期待。我先写40分钟，等一下呢去买一杯喜欢的咖啡，我把这段脚本修完，晚上安心的看1集的剧，看1集的影集。那我完成今天的任务呢，再去散步个20分钟。小期待呢，很像跑步途中的补给水，它不是让你站在起点把水喝完，然后不跑了，而是说让你跑完，
一段以后跑完1000公尺，然后补充个体力，然后你就愿意继续跑下一段了。那假设阿控呢最近工作很累，那举个例子，正面的版本是他星期一就先帮这周放进了几个小期待，那完成上午最重要的工作以后呢，就去吃一间很想吃很久的面店，然后修完脚本呢，就留上半小时看书。周五呢下班以后就去散步，然后再买一碗自己喜欢的热汤。那这些期待呢都很小，时间很明确，而且大部分人都可以由自己控制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放在一段小任务的后面，所以呢会推着你继续往主线推进。那小期待增加呢，可掌控感就会提高，逃避成本呢很低，那日常生活自然就会比较快乐，比较稳。那负面版本呢是阿控觉得很累，就跟自己说，我先滑10分钟短影音就好，结果一支又一支原本想要做的事情一直往后延，一直拖延症这样子。那2个小时以后呢，他虽然得到了很多刺激，却没有真正的期待看待任何一件事情，只是不断的延后眼前的工作。这个时候看影片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它没有一个终点，也没有接在完成条件的后面，可掌控感呢被演算法给拿走，逃避成本呢则一直升高，短暂的快乐呢最后会变成很大的压力。我自己做频道的时候，最常逃避的常常就是开始写这件事，所以我会把期待变成设计成说，完成开头我就去买一杯珍奶，而不是说我先喝完珍奶，等到我有感觉的时候我就开始写。那同样一杯珍奶啊，放在任务前面会变成拖延，但是放在进度的后面却会变成燃料。第3个公式呢，你的比较的收获等于可以偷学的做法乘以下一步的行动，减掉自我否定。比较这件事情呢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只拿到羞辱，却没有拿到什么情报。可偷学的做法呢，是你看见别人做了什么，而不是只盯着他得到了什么。下一步行动呢，就是你能不能够把看到的资讯转变成一个可以自己测试的小动作。自我否定呢，就是他现在走得比我前面的这件事情，你去把它翻译成说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差，对，所以不要做到自我否定。不该像是一个成绩单，它应该要你把它当成一个导航。你开车去台中，然后导航显示另一条路快20分钟的时候，这不是在羞辱你开得很烂，它只是告诉你说，有人比较早出发，然后走了不同的交流道，然后或者是他避开了某一段塞车。这个时候呢，真正有用的问题不是说为什么他赢我，而是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做了什么？第二个，我们的条件哪里不同？第3个，我的下一步可以怎么样测试？那假设呢，举个例子，阿控看到一位同学创业成功，办公室很漂亮，照片里面大家拿着香槟来庆祝。那正面的版本呢是阿控先把成果和做法分开，他发现对方呢不是突然成功，而是连续3年经营的客户，然后整理整个案例，经历过不断的失败。那阿控不会立刻去辞职创业，他只是偷学一个最小的做法。接下来4周呢，他每周整理一篇属于自己的专业笔记，然后再观察有没有人因此来询问，去测试自己的策略，这样成不成功。这时候呢，他拿到了可模仿的做法，也把它转变为下一步的行动。比较不用再来证明谁比较高级，而是替他多找到一条路。那负面的版本呢，是阿控只是看着人家装潢漂亮的办公室啊，然后很厉害的头衔，还有留言区大家亲朋好友的恭喜，然后拿别人的第3年呢来去审判惩罚自己的今天。那他看了很多的成果，却没有拆出任何的做法，就只是情绪内耗了一轮，他的生活完全没有改变。这种最亏的地方呢，不只是你心情变差，而是你明明付出了努力，最后却一条情报都没有带走。那我自己做内容的时候也会比较，但比较
有用的方式呢，不是一直去盯着人家的观看数、订阅数，而是去猜别人的标题怎么写，它的封面为什么这么画，那它的开头的钩子怎么让人引起注意，哪一段会让我继续愿意看等等。那只要我能够拿到下一次可以做测试的这个小动作，就比较这件事情就不只是在输赢，而是一堂免费的一个解析课程。所以呢，今天3个公式放在一起，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。那我回顾一下，第一个公式，你的抗压自由等于时间余裕加金钱余裕加健康余裕，再增加上你的能力资产。那你的日常的快乐呢，会等于你的债，然后它要是一个可掌控感的，那去避免变成是一个逃避成本。那你的比较收获呢，是可偷学的做法是什么？那你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？再减掉自我的否定。那真正的幸福呢，不是你永远保持正能量，而是说你的手上还有几条路，明天还有1、2件值得期待的小事呢。然后看到别人走得比你快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走情报，不会只带走自卑。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能够保住一种余裕，只能够保住一种余裕，你会选哪一个？A 是我先拼命赚钱，等到有钱了以后，我再换回时间和健康。B 是我先守住时间和健康，然后我赚钱的速度可以慢一点。那你会选哪一个呢？我要把今天的内容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，我会先做的3步骤是：第一步，我会先盘点我有4种的自由筹码有多少。那我拿一张纸，把时间余裕、金钱余裕、健康余裕、能力资产的4格，每一格呢各写下一个问题。如果我明天发生了最坏的结果，我会在哪里失去选择呢？那我不急着全部改善，我会先补那个最容易发生的那一格，然后再去做调整，去修理我的污点。第2步呢，是我会安排一个燃料型的小期待，并加上这个明确的领取条件，例如说像是我这次录完音以后，我就要去买一杯珍奶，或者写完一个段落以后，我要散步20分钟，做完才能领，而且领完以后不会影响下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第3步呢，我会挑一个近期最让我羡慕的人，然后我不会去看他的结果，我去拆解一个能够让我模仿的动作，例如说像是我去挑一个我很喜欢的排球员，但我去拆解一个我能模仿他的，比方说扣球动作啊，然后我再替自己设定一个小测试，比方说这个挥臂要怎么做之类的。那完成以后呢，记下效果，不用急着判断说自己的输赢啊，不用再跟他们比较了。人生不会因为留下一笔现金，早睡一晚，然后完成一段脚本或少自卑一次，就突然的瞬间让你变得完美。这些动作啊，会慢慢改变一件很重要的事。生活突然急转直下时，你就不再只剩下一个最烂的选项。那喜欢的话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有帮助，也可以分享需要的朋友。做任何一个小动作都能够让演算法多加一点分啊，推送给更多人看见，也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让我们一起成长吧！希望这个频道能够成为你人生的经验值加倍卷。我是阿控，下周继续见面哦，拜拜。